今天在胡志明市参加了一个一日游项目。这个一日游的目的地是离胡志明市有70多公里的叫美托的一个小城镇。我们坐船游览了这里的湄公河两岸，尤其是坐着小木船穿梭在这里的水上椰林里，也参观了一些当地的小村庄、小作坊。一天的行程费用只有70多，虽没有太多惊喜，但也感觉很值了。我这次在胡志明市停留了3天，其中有一天报名了一个当地的一日游。这个一日游在国内的网站报名更便宜，一天的费用只有70多，还包含了中餐。这个一日游是去美托的湄公河游览。美托离胡志明市大概有70多公里，算是湄公河边的一个小城镇。中途到达了一个休息站，像是一个园林式的餐厅中转站。别说这里的环境还真的挺美，在里面可以转一转、拍拍照，没有吃早饭的也可以在这里吃一点早饭。今天这个一日游算是一个体验式的休闲项目，可以让游客了解一下越南南部的一些小村镇、小村庄，所以不会有让人特别惊艳的景点。路上还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寺庙，叫永长寺。这个寺庙可以说是融合了欧亚的风格，里面有个花园式的园林。现在看到的主体建筑就是永长寺，里面供奉着60尊非常珍贵的木质佛像。寺庙里还有几尊巨大的白色佛像，这个是弥勒大佛。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卧佛，这是如来卧佛，长度好像有几十米。旁边一座7层宝塔，这个弥勒大肚佛也非常的高大。这个寺庙很漂亮，外面还有一个高大的立佛，有几十米高。参观完寺庙，我们继续前往美托，直接到达了这里的码头。我们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游览湄公河码头的大厅。首先乘坐这里的码头游船，我们这个团是个英文团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几个游客。一般参加国外这种旅行团，参加英文团都比中文团要便宜不少。像我们这个英文团只有70多，如果中文团估计要100多了。行程路线都是一样的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湄公河，这是一条发源于中国，在中国被称为澜沧江，中途流经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，最后从越南南部流入大海。这条湄公河全长有将近5000公里，发源于中国的青海，途经了老挝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、越南5个国家。现在来到了一个湄公河边的小村庄，来参观一下这里的制作椰子糖过程。当地盛产椰子，很多用来制作成椰子糖，这是制作椰子糖的一些工具。导游还给我们现场示范了一下制作过程，看一下当地人制作椰子糖的过程。这是熬制好的椰浆，基本上不怎么加糖，所以甜度不是很高。免费品尝，喜欢的可以买一袋，10来块钱。接下来换了个小船，我们准备进入水上椰林的深处。这里算是湄公河的三角洲，里面河道纵横，生长了很多水上椰林。我们分成了几艘小船，同船的有几个中国小伙伴。来到椰林深处，这里有一个当地的小度假村，我们要在这里休息、参观、吃午饭。这里像是一个农场和养殖园，养了各种各样的热带动物。还不到吃午饭的时间，先安排了我们坐人工小船游览这里的水上椰林。每个人发了一个当地的斗笠，有
当地的村民划着手工船。这个手工小船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项目，导游建议我们坐完小船给船工一点小费。我们这个船工就住在这个椰林边上，就是这样手工划船，一船4个人。水边的椰林中生活了很多当地的农家，这上面就是船工的家。就这样坐着小船，在这个水上椰林中滑行，感觉还是挺有特色的。我们根据导游的建议，每个人给了船工1万块钱小费，合人民币3块钱。划完船准备吃中午饭了，很凑巧，这次参加一日游遇到了另一个旅游自媒体的网红博主，叫7年环球，也是一对很优秀的自媒体创作者，是一对小夫妻，出镜的女生叫狒狒。我们坐在了一桌吃饭。那你看我们桌上有一个大美女，7年环球的狒狒，有认识了吧？太巧了，老刘哥，太巧了。其实我们俩之前互相刷到过视频，但是从来没有私下联系过，也没有见过面。然后今天在那个荷花池边的时候，我和文涛说，哇，前面这个背影好像老刘哥呀。结果呢，正说话的时候，就这样网友见面了，是非常巧，是。而且我们是同一辆巴士，对，同一个餐桌。吃完饭，大家在这里放松休息，这里还有自行车，在这里骑了一圈。其实我参加这个一日团也没有抱特别高的期望值，毕竟只有70多，就当做是来体验一下越南南部的小村镇。70多块钱包含了往返的交通、各种食宿、娱乐，所以说还要啥自行车啊？看这儿的椰树也挺不错，这里还可以喂食鳄鱼。正在钓鳄鱼呢。同车的一个小女孩在试着喂食鳄鱼。看这条鳄鱼随时准备出击。吃完午饭，我们离开了这里，继续开着小船前往下一个小村庄体验。这边都可以称作是湄公河的水上村庄吧。又回到了中间这个换乘的小码头，我们又返回到大船上，前往下一个村庄。这个地方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热带水果，还有当地的别说水果还挺丰盛的。越南的水果确实便宜又好吃，哎，这个也是越吃越好吃。当地人表演的民间乐器和当地的歌曲。这样的游览项目既体验了当地的文化，又品尝了当地的热带水果。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是也可以付一点小费，当然是完全自愿的。不过在越南给小费还是挺划算的，给个1万块钱也才值3块人民币。又带我们来到了另一户农家，这里是盛产蜂蜜的。蜂蜜加上金桔，还有当地的其他小特产，都是比较便宜的，喜欢的可以买1、2个。蜂蜜才9块钱，这些都是完全自愿消费。坐船回去。逛完了当地的小村庄、小作坊，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你觉得这个70多的一日游划算吗？傍晚，旅游车把我们送回了范武老街这里。酒店旁边有一个地下的商业中心，里面有很多的餐饮店。小火锅、
在这里点了一份小火锅，这个火锅是20、21，饮料几块钱？饮料8块钱。这个住的这个公寓非常好，就在这个范武老街这儿，所以吃喝跟这个周边的那些徒步的景点都在附近。看我这个感冒，嗓子都哑了。晚上非常热。不过湖志明市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玩的景点，就是放松休息、好吃海鲜，美食还是挺多的。就是它的小吃美食，反正挺合我的胃口，吃的都蛮多。因为我这有点感冒没好。点了个小火锅，在这个，它这个是一个室内的，像是一个夜市，一个小火锅20，要了杯芒果茶，20多块钱。街边的一些小摊都有，但其实很好吃的。因为是算是比较热的，因为它的纬度非常低。泰国的大统领这样都要看。吃完饭又来到了范武老街，最后一晚再体会一下胡志明市。明天准备从胡志明市飞往普吉岛。